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rah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人生怎么重新开始。OK， 所以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些我自己的心路历程。在30岁的时候，决定要搬来洛杉矶。我从人生地不熟，到了现在，我在这里已经有了全职的工作，我有了绿卡，然后我有了稳定的生活。那我曾经被拒签了4次，第5次的时候，我拿到了我的 visa， 痛哭流涕。那当然，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不是应届毕业生，我已经30岁，我申请的又只是社区大学，所以他们很合理的怀疑我单身女子来到美国的动机是什么？那 OK， 我想要分享的是，其实当时我会想要搬来美国的原因，是因为，我在台湾其实遇到了蛮多瓶颈，不管是我当时的感情状态、生活，还是在我的经济各方面，其实我都蛮低潮的。那我也有考虑过在台湾在职进修，完成学业，因为其实我之前大学并没有完成，所以在找工作方面其实蛮不容易。这里我真的要跟女孩子有一个非常非常真心的建议，我相信现在的女生都很聪明，其实你们已经知道，我们真的要独立。我当时的另外一半其实非常优渥，那他也非常的大方，所以我在后面的几年其实是没有工作，所以后来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状况，我其实真的是在一个蛮害怕跟蛮低落、身心都非常不 OK 的状态下，去开始重新设定方向，然后开始思考我自己应该要怎么办。当时只想要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东西，如果我不能改变我的环境，那我可以改变我的方向。就是我原本走的那条路，我卡住了。我当时也做了很多的功课，然后就是也许我应该要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， 或者是我可以去加拿大，因为你可以去学校的同时，你还是可以打工。那其实美国我是很向往这里的文化，可是很可惜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来这边工作，你一定要工作或是念书。就是唯一的管道就是这样。如果你选择来这边念书，你必须要是全职学生，你必须要有 I-20， 那 I-20 就是申请学校，那学校是接受你这个国际学生的话，他会发给你 I-20，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I-20 去美国在台协会面试，那拿到了这个签证，那你当然就是5年的期限，然后你就可以来美国开始你的留学。但是你要想的是现实面哦，5年。OK， 30岁，然后也许你存了一点钱，那你要算你是在大城市还是你是在比较郊外的地方，这费用都是不一样。那其实我当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，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决定要把大学念完，国际学生的学费很贵，你如果住在大城市，大城市的生活费用也是很贵，各方面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的，例如保险，例如通行，例如吃。这个是我真的没有算到的。我当时其实就是一个胆子大，所以我就算了我大概需要多少费用，然后我申请了社区大学。当然，社区大学其实花了我1整年的时间在准备，因为我2015年来念了英文之后，其实我发现我对英文非常有兴趣，虽然我英文真的不好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讲一个完整的句子，我只能说 How are you? Thank you. How's your day? 那我在2015年的时候，我决定来到洛杉矶练语言，看看这个国家，然后真的是认真的思考要来留学这件事情。那其实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到另外一个国家。我不是有留学梦的人，我只是很单纯的觉得。OK， 我遇到了瓶颈，那我要怎么样在30岁的时候完成我的学业，又可以
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跟收入，所以我很天马行空的就觉得 OK， 我要去美国念书，念完书之后找一份工作，我看有没有机会拿到绿卡，然后在这里稳定下来。真的当时是这么简单的，以为这一切是可以梦想成真的事情。但当然，实际面，但经历了这几年之后，非常不容易，也非常不简单。给有留学梦的人，然后你也可能年近30，或是你也已经超过30岁的人，一个非常诚恳的建议。其实我当时就是告诉我自己，再差都不会比现在的状况差了。把你的学业完成，你要在国外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位置，就是现在了。你30岁了，你在等，你没有多久可以等了。你要做，你现在必须马上行动。你要开始计划，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开始铺路。例如，你应该要做的功课有什么？你要开始留学，在社区大学，你可以省下一半的费用，然后再转到正统大学。这是一条，这当然是我当时规划的路。那我现在也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我很开心的跟大家说，这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。你可以用一点点的钱，甚至非常不好的英文，但是你也可以来到这里，然后有一个稳定的生活。当你达到的那一天，这一切的辛苦跟当年的那些挣扎，你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。当你的各个身心状况都是在非常低落的时候，哪里来的自信心？没有人会有自信心，你会有的全部都是怀疑自己。哦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。哦，我觉得我不能，我不敢，我觉得我不行。哦，我英文不好，要怎么去？我没有钱，等等等，一定会有。所以现实状况你一定要考量。例如，其实现在网络都非常非常发达，你不管查任何资料，它都可以直接告诉你，甚至可以直接告诉你，你来美国大概需要多少钱。那我本身是可以非常省的人，所以我当时就想 ，OK， 如果我去了美国，我不用车，我就是搭公车。我也不搭 Uber， 我不搭计程车，我就是用走的，或者是我就是搭交通运输，我可以省下多少？那 OK， 那住房，如果我今天可以找到人跟我一起分住、分担，或者是我可以找到那种 homestay， 或者是等等等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？你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把它计划，因为这是最重要，这是最实际面的东西，不可能来了这里然后变成流落街头，那就没有意义啊。所以第一是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现实生活有没有办法照顾自己？如果这一点 OK， 好。第二个，怎么样去申请社区大学？有非常非常多社区大学的网站，你都可以一个一个去看他们的 requirement 是什么。那你要怎么样准备你自己的托福？你要怎么样准备，例如居住、保险等等这些东西，他们都会列的其实很清楚。那我觉得我当时其实英文不好，我甚至没有办法完全看懂他们网站上面写什么。但是当然我就是用 Google 大神嘛。你一旦下定决心了，这些东西不容易，但是你一定可以解决它。当然中间也会有一些小插曲，像是我其实学校毕业的时候，我有了1年 OPT 的时间。一定要记得，你在毕业的前3个月，你就一定要送出 OPT 的申请，因为通常他们 process 的时间就是大概3 months， like 90 days something like that。那我就在想 ，OK， 那我现在有30天的时间，我要等我的 EAD card， 就是我可以工作的那一张卡。那这3个月的时间，我可以回台湾吗？那当然，我其实当时我也问了很多人，每个人都跟我说最好不要因为你现在送出去，那你又还没有 EAD card， 你要拿什么东西回来美国，他们可能会不让你进来，巴拉巴拉等等等。那当然，我的实际经验是我还是回来了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你要有你的 I-20， 就是你的学生签证，然后你要有你的 Visa 在你的护照里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就是因为不管你后来有没有换新的护照，你一定要有那一本有 Visa 的那一张护照。好 ，I-20 跟你的 Visa 你一定要有，然后再来就是你送出申请 OPT 的那一张文件，你一定要带着。只要你可以证明你是在等待 OPT 的时间离开美国，你就一定可以回得来。就一切就是照着程序，只要你可以证明你是合法
在美国，不管是念书还是各个原因，只要你的文件是具备的，海关其实都不会太刁难你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影片跟大家分享，怎么样申请社区大学，怎么样在美国找房子、找工作等等等。那我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，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跟我有一些交流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谢谢，拜。OK， 我应该要做的舒服一点。Anyway.